阿姨，您现在还出不了院。胆结石虽是小手术，但结石已经堵死胆管了，必须马上治疗。再拖下去，胆囊可能会穿孔，问题就大了。我也没那么疼了。阿姨，手术真不能拖，万一胆囊穿口造成内脏器官感染，是会要命的。这不是吓唬您，我得对您负责。八千，我打个电话问问孩子们。妈，又有事儿？文清啊，我在医院，医生说我得了胆结石，要动手术，要8000块钱。你看，你一天到晚的，能不能别给我找事儿？那老人上了年纪，有点小病不是很正常，就你非得往医院跑。再说了，这时候想起亲儿子了，当年分家好东西全紧着姓李的，怎么不说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？我没钱，你找姓李的去。喂，谁呀？保国啊，我是妈，我在卫生院，医生说我得了胆结石，要动手术。动手术？选民马上定亲彩礼都凑不齐，我们家哪来的闲钱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保国亲妈，凭啥找我们要钱？宝凤啊，我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。造孽呀，养了大半辈子的孩子，临老落这么个下场。怪不得都说别当后妈，两儿一女呢，没一个愿意管的。你说这老太太多可怜，连手术费都凑不上。哎呦，要是有个亲生的贴心儿女在跟前儿，哪能混成这样啊？我吃了一辈子的苦，临了，连个贴心的儿女都没有。要是宝霞在就好。妈，我的宝霞。大夫给我办出院手续吧。老头子，当年你走前拉着他们的手，让他们发誓好好照顾我，可你才没了3个月，我就被他们赶出老宅。我在这捡了3年废品，没一个人来看过我。李金民，你们老李家把我给害苦了。我没钱，你找姓李的去。你又不是保国亲妈，什么事回头再说啊。要是有个亲生的贴心儿女在跟前儿，哪能混成这样啊？宝霞啊，我的乖女儿，要是你还在，妈是不是就不用这么难了？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护住我的宝霞，绝不再对这群白眼狼掏心掏肺。他故意的，他故意在我的好日子找事，存心跟我过不去，是不是？你们老李家什么家风啊？来我家过彩礼，小姑子过到我弟弟床上了，传出去谁还敢进你家门？荣英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活着？你这说的什么胡话？摔懵了。今儿老二下定的日子，就算宝霞出了那事儿，咱们也得先把场面给稳住了呀。啥？我真的重生了，回到了30年前，
来赵家下定的这天。上辈子就是在今天，赵方秀一家为了给他弟弟赵华娶媳妇，把我的小女儿宝霞骗进赵华房里。宝霞跟赵华闹起来，剪刀捅到自己身上，送到医院时已经失血过多，最后抢救无效。是赵方秀一家一口咬定是宝霞上赶着，害得老二也跟我离心。这一世，我要护住我的宝霞，让赵方秀的歹毒心思彻底落空。没法活了啊！我还没进你们李家的门，就被小姑子这么糟践。有这样一个小姑子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？方秀，有话好好说。今天你们老李家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儿子可是要娶干部闺女的，叫李宝霞这妮子一脚后还咋说亲？我不管，不给我说法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妈，你要说法？对，必须给我个说法，让李宝霞给我磕头道歉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这个交代够不够？你妈打我，她竟然敢打我！你妹妹不要脸，毁了我的好日子，她凭啥打我呀？我这还没进门呢，婆婆就动手打人，小姑子还搞破鞋，这日子我咋过呀？妈，你干什么？犯错的是宝霞，你打我媳妇儿干啥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非得动手？再怎么说也不能打新媳妇儿啊！没进门就这样欺负人家，进门了还能有好日子？我不结了，退婚！妈，你到底想干啥呀？好好的婚事非让你搅黄了是不是？你喊什么喊？对你妈大呼小叫的像什么样子？刚才你媳妇儿伸手推你妈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替你妈出头？妈，你打我，你为啥打我呀？从小到大，你都没动过我一根指头。没用的东西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。你亲妹妹叫人欺负了，你胳膊肘还往外拐。这赵方秀还没进家门就闹成这样，真娶进来，咱们家还不得家破人亡啊！别以为你们老赵家打的什么算盘没人知道，敢算计我闺女，这事儿没完！不可能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在场这么多街坊邻居都看见了，是我弟先进了屋，隔了半个钟头，李宝霞才钻进去的。他要是没心思，好好的大姑娘往老爷们屋里钻什么？上辈子我一直以为今天是一场意外，直到赵华结婚时，才听赵方秀说漏了嘴。小华总算结婚了，我也能放心了。就是可惜新媳妇儿没上几年学，不如李宝霞有文化。大喜的日子提死人干什么？当年咱们都把他哄到小华屋里了，这顺理成章亲上加亲的好事儿，他自己想不开，也是他活该。可笑上辈子我竟然心软，为了张文清，为了这一家和睦，选择息事宁人，让这群恶人心安与儿过好日子。妈，你到底啥意思啊？不是宝霞看上赵华了吗？你动动脑子，宝霞是高中毕业，长相性格样样拿得出手，追她的小伙子踏破门槛儿，怎么可能看得上赵华？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这事儿就是你这个好媳妇儿一家商量好的，故意哄骗宝霞进去，毁她的名声，一来逼她嫁给赵华，二来借机讹咱们家一笔钱。你放屁！你有什么证据就在这胡说？我亲眼看到了，我还能乱说？我先去医院，回来再跟你们算账。想跑没门儿！今天这事儿没说清楚，谁也别想走。我闺女还在医院生死不知，你这时候拦着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闺女自己不要脸，勾引我儿子，这会儿装什么贞洁烈女？
就算他真死了，也是你们老李家家教不严。好好的一场喜事儿被你们搅得稀烂，今天必须赔我们家钱。对，赔钱，我们赵家不能吃这个亏。今天要是不赔钱，这婚就不结了。你是不是巴不得我闺女死啊？死无对证，你们就能把屎盆子全扣我闺女头上了？你个老娘们还敢动手？我看你是……你干啥打人？啊！还愣着干啥？走啊！赵家有点过了，再咋说也是条人命，咋能拦住不让人走呢？宝霞那丫头不像会做这事儿的人，说不定是被冤枉的呢。要我看，他们两家这亲是结不成了，还要结仇。赶紧走，快！上辈子赵方秀死死纠缠闹事，等我拼了命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宝霞已经……宝霞！快，再快点儿！如英，你慢点。同志，救命啊！同志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大娘，你这是干啥？快起来！同志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同志，我闺女受了伤，大出血，就在前面医院，血库没血了。我闺女是 B 型血，求求你们救救她，人命关天啊！求求你们了！求求你们了，救救孩子！大娘，你们先起来说话。我求求你，求你们救救我闺女！全部都有 B 型血出列 ，O 型血出列，向左转，目标前方300米医院，跑步走。快去血库调血，病人是 B 型血。血库没有 B 型血了，库房 O 型血也只有200毫升了。外面采血的车还没有回来，快想办法！再这样下去，病人就危险了。家属呢？家属呢？血浆呢？血浆怎么还没来？没有了。血库说一滴 B 型都没了，没血就去找啊！医院这么多人，病人家属、医院职工一个一个去问。有血，有 B 型血，医生快！同志，救命啊！我是 B 型血，抽我的。我是 O 型，我也可以。快，赶紧带几位同志进去。荣英，你没事吧？宝霞会没事吧？你放心，肯定能救回来。咱闺女命硬。没事了，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。宝霞，我是妈呀！万幸，万幸，这辈子我的闺女活下来了。你去交钱，找医生给宝霞做个全身检查，查查她是不是被下了药。下药？姓赵的敢这么算计我闺女，我跟他们没完！不掀了他家房梁，我就不叫张荣英。你妹子毁了咱俩的好日子，你妈还打我！赵文清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行啊，既然要说法，那就敞开了说。想要啥？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原先说好的500块彩礼得翻倍，1000块，少1分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我闺女让你们害得进了医院，你们还敢要钱？你闺女那都是她自找的，我还没怪她毁了我家小华的名声呢。这么着吧，既然她这么想男人，你们李家赔价500块钱，
我就让小华娶了她，也算亲上加亲。没错，加起来1500，钱给了，这事就了了。要不然，你这一对儿女都别想结亲。妈，你看这，凭啥呀？张文清一个外姓人，我们家掏家底给他娶媳妇儿就够仁至义尽了，赵方秀还要加钱，门儿都没有。我看啊，这戏说不定就是人钻自导自演的，闹这么大一场，好处全落自己亲儿子头上，我们前头生的孩子连根草都捞不着。你们老李家的事儿少跟我掰扯，只要想结我家这门亲，就得拿钱。都给我住手！宝国他亲娘走之前，爸可是保证过，绝对不亏待宝国跟宝凤的。你要是敢把这钱给老赵家，我就上外头好好张扬张，叫人看看你这后妈是怎么当家的。你放心，想要钱，没门儿。不给，那李宝霞这个破鞋别想进我们家门，我倒要看看她以后还怎么嫁人。哼，就你们一家子污糟玩意儿，也配惦记我闺女？谁稀罕进你们家的门？保国，你现在就去报案，让公家来，把赵方秀这个给小姑子下药的恶婆娘抓走。下药？真的假的？咱们大院可没出过这种事儿。这要是真的，赵家心也太黑了。我早就看赵华这小子不像好人，天天游手好闲的，也就他妈把他当宝贝。张荣英，你个血口喷人的贱人，再敢胡咧咧，老娘撕了你的嘴！你骂谁贱人？你们一家子蛇蝎心肠才是真的贱。我是不是胡说？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还没进门就敢对小姑子下黑手，这种心肠歹毒的媳妇儿，我们老李家可不敢要。方秀，我妈说的真的假的？没天理了！老李家欺负人啊！自家闺女不要脸，反倒往我们赵家头上泼脏水，这没凭没据的就毁我闺女儿子的名声，还动手打人。就是，你别在这血口喷人，拿不出证据，我们老赵家跟你没完。下药的时候屋里就我跟李宝霞2个人，张荣英不可能有证据。只要我咬死了不认，这事儿就说不清。对，你就是故意往我们老赵家头上上扣屎盆子，想逼死我，逼死我弟。扣屎盆子？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我闺女到底勾引你没有？说呀！我的宝霞从小就懂事儿，早些年家里日子难过，她小学考双名，学校奖了一个煮鸡蛋，她带回家分我一半，分她哥一半，还骗我们说她在学校已经吃过一个了。我这么好的闺女，你们竟然说她在她亲哥的大喜日子勾引人，是存心要逼死她呀？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个小畜生，敢欺负我妹子，老娘今天撕了你！我拿你当小舅子，你跟你姐合起伙来坑我妹子，你们赵家干的这叫人事吗？你再动一下试试！没凭没据就动手打人，再闹，我现在就去公家告你们！告，你们尽管去告，我倒要看看公家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们。至于证据，我已经让我家老头子带着宝霞去做检查了。现在卫生院有机器，能查血液里的成分，宝霞有没有被下药，很快就能真相大白。荣英，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宝霞的血液里确实有安眠成分，就是被人下了药，就是被人下了药。老头子，别愣着了，现在就去报案。今天要不是好心同志们帮忙，宝霞就真救不回来了。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家，必须让公家抓起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爸，不行啊，
不能让他们报案，报案我就完了。婶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可千万别报案啊！你们不是嘴硬不承认吗？啊！你们要是没害人，这是在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赵华，故意下药毁姑娘清白，这可是流氓罪，要吃枪子儿的。你跟你姐，一个都别想跑！婶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不是我，都是我姐的主意。是我姐问我想不想娶李宝霞，说只要生米煮成熟食，你们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是我姐让我躲进屋里等着的，我就在屋里坐着，没碰李宝霞一根手指头。求你了，别送我去吃枪子儿啊！总算是承认了，我刚才差点就信了赵家的鬼话，真以为是宝霞不检点，合着全是这家人自编自演的戏。哼，瞧他这点出息，没碰人家一根手指头就吓成这副德行，窝囊成这样，怪不得娶不上媳妇儿。经这么一出，赵家名声算是彻底臭了，以后十里八乡谁还敢跟他们结亲？这不是把自家闺女往狼窝里送吗？文清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没想着害谁。什么叫不是故意的？给我妹子下药是一时糊涂，讹我妈1000块彩礼也是一时糊涂。我看你一件件事都安排的挺明白啊。我真没坏心眼儿，我弟年纪大了，我当姐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打光棍吧。我想着宝霞没说婆家，俩人正好凑一对，亲上加亲。宝霞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她嫁给我弟，我们家肯定不会亏待她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我呸！你家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，也不撒泡尿照上看赵华是什么德行，也配惦记我家宝霞？他娶不着媳妇儿，我家闺女就得去扶贫啊！再说了，我跟老头子可是给了你家足足500块彩礼，还不够你弟娶媳妇儿的。合着谁家娶了你家闺女，还得再搭一个闺女进去填窟窿。别跟他们废话了，直接去报案。有什么话，让他们跟公家的人说去。对，报案，报案！这种缺德带冒烟的事，就该让公家好好管管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你消消气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哪至于闹到公家去啊？哼，自家人？谁跟你是自家人？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坑我闺女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是自家人？这样蛇蝎心肠的亲家，我们老李家高攀不起，也不敢要。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，可话说回来，宝霞这不是没出事吗？好好的姑娘家真闹到派出所去，人尽皆知的，以后她还怎么嫁人？小华要是真进去了，宝霞名声也不好听啊。什么叫宝霞咋办？赵华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着，他俩能有半毛钱关系？再说了，是你们下套害人，被害的都没嫌丢人，害人的反倒怕名声不好了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就是，害人的不嫌丢人，被害的反倒抬不起头，没这个理儿。对，宝霞这孩子从小本本分分的，十里八乡谁不知道？真要说丢人，也是他们老赵家丢人。就是你自己家的事儿没整明白，都怪起宝霞来了。荣英，你别愁，咱们谁不了解你家闺女？绝没人因为这件事低看她，我们看不起的只有老赵家这几个不干人事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姑娘是好姑娘。谢谢乡亲们帮我说话，今天我也把话撂在这儿。我们家宝霞就算当一辈子老姑女，我们也愿意养，绝不会把她嫁给赵华这种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趁早死了打我闺女主意的心思。行了，你们老赵家就这么一对儿女，我做事也不做太绝。这样吧，你们把我之前给的500块彩礼退回来，两家从此一刀两断。赵方秀这样的媳妇儿，我们老李家不要。文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别不要我行不行？我跟你好好过日子，求求你别退婚。妈，要不就算了吧，他都知道错了，以后改了就行。这婚都办到一半了，退了多丢人啊！文清，你要是非得上赶着娶她，妈也不拦你，但你今天就改姓，收拾东西滚去老赵家，
给他们当上门女婿去，以后别再认我这个妈。你给我500块礼金，以后张文清就是你赵家的人了，是打是骂全凭你们，我们老李家绝不插手。妈，这哪能行？我姓李，咋能去老赵家当上门女婿呢？行了，哭也哭够了，闹也闹完了，咱们来算算账。当初给你们的500块彩礼，加上给赵方秀扯布做的2身新衣裳、2双布鞋，拢共60块，加起来560。这都是我们老李家真金白银花出去的，一分不少，都得退给我。退，我们退，560就560，回头就给你凑齐了送过去。行，另外还有赔偿款，也得一并算清楚。啥？不是，彩礼以上钱都退给你了，咋还要钱？你这不是讹人吗？这560是还我的钱，跟赔偿是两码事儿。怎么，只许你们讹我，不许我要赔偿啊？大伙儿都给评评理！刚才他们老赵家害人的时候，张嘴就要1000块，还惦记我跟老头子2人的工作，差点逼得我闺女送了命。现在真相大白，我要点精神赔偿、名声赔偿，过分吗？一点都不过分，换我家我要的更多，差点害了一条人命。赔点钱怎么了？啥也别说了，彩礼加赔偿，一共1560，拿来。你这是狮子大开口，讹人呐！敢要1000多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讹人？我把话撂这儿，今天我闺女要是真出了事儿，你们全家就是磕破头跪在这儿，我也得把赵华送进去吃枪子儿。现在人好好的，我只要点钱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我家哪有那么多钱？你就是逼死我也拿不出1560啊！不给是吧？老头子，走，报案去。不光赵华耍流氓，赵方秀往糖水里下药害人，这算啥罪名来着？按投毒算，蹲个10年8年都是轻的。哎，对，姐弟俩一个主谋，一个动手，谁也跑不了，都得进去改造。爸，我求你了，爸，把钱给我婶儿吧，我不想蹲大牢，我不想吃枪子儿啊！爸，行了，别哭了，我给。钱给你，我话说在前头，拿了钱这事儿就彻底翻篇，以后不许再找我们赵家的麻烦。行，说话算话，从此咱们2家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宝霞，这辈子我总是护住了我的闺女，指望谁都不如指望钱，手里攥着钱，腰杆子才能硬。我没钱，你找姓李的去。你又不是保国亲妈，事儿回头再说啊。等着吧，上辈子你们欠我的，我要连本带利，一笔一笔全都讨回来。荣英，我瞅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，这是咋了？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昨晚上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咱们俩老了，瘫在床上动不了，几个孩子谁都不管，把我们撵去城郊的破出租屋，连个看病的钱都没人给，就等着活活熬死。这梦也太晦气了，别胡思乱想。保国、文清他们都是懂事的孩子，将来肯定不会亏待咱们。懂事，老大家的要是真有这份心，今天在赵家院里就不会指着桑骂梅，说我自导自演谋好处了。我知道我是后娘，可这么多年，我起早贪黑操持这个家，对保国保凤比对文清宝霞还上心，可有一丝半毫坏心眼儿。我知道这些年委屈你了，是孩子们不懂事儿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们。金民，我打算好好掰掰孩子们的性子，以后家里的事儿都得听我的安排，你得跟我一条心，知道不？我听你的，这辈子我就只听你的。爸妈，你们在屋里吗？我跟红梅过来看看你们。妈，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
红梅在供销社当临时工快2年了，最近有转正的名额，就是得出几百块钱。我想着家里这不是更好有吗？要不你跟我爸就帮我们一回。想要钱啊？没门儿！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我给老李家生了俩孩子，就想转个正式工，几百块钱都不肯出，这是还把我这个儿媳妇当外人看呢。上辈子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为了给他凑转正的钱，我跟老头子起早贪黑，累出一身病。结果呢，他工资全贴娘家，李保德也是什么都先往老丈人家送，半毛钱没往家拿过。这辈子，他俩别想让我再掏心掏肺。这笔钱，你们少打主意。我就知道，不是亲的，就是隔了一层。你还是长子呢，啥好处都没有，净给人当牛做马了。别瞎说，爸，你看这红梅也是为了家里好，她转了正，工资能涨不少，最后不还是孝敬你跟我妈？别搁这画饼了，李保国，你上班快10年了，往家里拿过1分钱没有？我这个后妈当的对得起良心。当年你考大学，我跟你爸掏空砸底供你，你当时也要孝敬我们。结果呢，毕业这么多年，我就没见过你往家里拿一个鸡蛋。这当爹当妈的供儿女成家立业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说白了就是隔了层肚皮不亲呗。我听您这意思，难不成还想让保国往后往家里交工资啊？凭啥呀？爸，我这实在艰难。我刚才跟你说啥？爸妈，吃饭了。走走走，先吃饭。宝凤，你别忙活了，碗筷放那儿吧，我来盛。等下我送去医院给宝霞吃。这俩鸡腿不是嫂子早上特意剁出来要给选明思甜吃的吗？这妮子就是个没长心的傻货，上辈子被唐红梅2句好话哄得团团转，天天跟我对着干，白供她念那么多年书，一点脑子都不长。给宝霞就给宝霞呗，你瞪我干啥？又不是我想吃。我跟老头子好好补补身子，这群白眼狼一口都别想沾。肉呢？我早上特意剁的2个大鸡腿，怎么一块肉都没了？妈，我要吃肉，我要吃鸡腿，我也要吃肉，我不想喝萝卜汤。哎呦，我在这个家算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累死累活操持一天，连口肉都吃不上。妈，你到底想干啥呀？那么大一只鸡，我们就只能喝汤，这还像个过日子的样吗？行了行了，不就是口肉吗？吵吵啥？来，选明思甜，到爷爷这儿来，爷爷碗里的给你们吃。吃什么吃？不许吃！不是妈，你干啥呀？不就因为我想买个正式工作，你就这么针对我吗？啥工作？啥转正的钱？你有气你冲我来，孩子有啥错啊？就算不是你亲孙子，你也不能这么糟践孩子吧？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？别天天拿后妈这顶大帽子压我，你真受不了这个气，就滚出去单过。我欠你们的还是咋的？这鸡是我养的，我爱给谁吃就给谁吃，轮不到你们在这儿指手画脚。行了妈，你不就是舍不得拿钱给红梅买工作吗？我们不要了行不行？你别闹了，吃饭吧。哼，别喊我妈，我担不起。有便宜要占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妈叫的亲热，稍不顺你们心意，我立马就成了偏心眼的坏后妈。是，你是长子，可宝凤跟宝霞也都大了，文清这婚事又黄了，我手里攥着俩钱儿，不得也替他们谋划谋划，总不能好处全让你一家占了吧？就是，妈这话在理。嫂子好歹还有份临时工干着，我这工作还没着落呢。哥，你总不能只想着自己媳妇儿，不管我这个妹妹吧？行行行，工作这事儿是我跟红梅欠考虑，我们再也不提了，行吧？吃饭，先吃饭。行了，玉芳，别气了，孩子们都知道错了，先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吃啥吃？李金民，
刚答应跟我一条心，转头你就忘了是吧？我今天才算看明白，能养出这么一帮没良心的孩子，你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。你自己好好瞅瞅，他们几个谁真心把你当爹了？一个个都盯着咱们手里那点钱那点工作，巴不得把咱俩骨头榨干了才罢休。李保国，你老大不小的人了，成家立业全靠家里兜底，一分钱不往回拿也就算了，还天天想着掏我们老两口的老底，你好意思吗？还有你老二，那赵方秀设局坑你亲妹妹，你还舍不得把她当什么大宝贝呢？胳膊肘往外拐的没边了。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窝囊东西？你乐啥呢？啊，还有脸笑？一天到晚净傻乐，别人说啥你信啥，听风就是雨。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白供你读那么多年书了。这饭我不吃了，看见你们就气饱了。我去给宝霞送饭去。妈，我带了饭过来，你吃点。妈，我不饿。不饿也得吃，这鸡腿儿可是我从你嫂子那儿抢来的呢。宝霞，妈问你，今天这事儿，你是不是又觉得是自己的错？没有。没有？你从小就这样，家里一有点风吹草动，你就往自己身上揽。我就是觉得二哥娶个媳妇儿不容易，偏偏因为我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的。什么叫因为你？明明是他老赵家不做人。再说了，赵方秀这样歹毒的女人没进门不是好事吗？她要是进了门，还不得把咱们老李家搅得天翻地覆啊？倒是你要是一直这么想，往后怎么挺直腰杆做人？妈问你，那天到底是意外，还是你存了死心？我确实想过，可那真是意外，是赵华来夺我手里的剪子，不小心才伤着了我。你个傻子，你还真想过，可你想过妈没有？妈，我那会儿是真觉得活不下去了，外头人全在骂我不要脸，二哥也不信我，我觉得天都塌了。天塌了有妈顶着，你记住没有？往后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你都不能动那个念头。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妈也不活了。你从小就这样，受了委屈从来不吭声。小时候李宝凤把你书包扔水沟里，你回家一个字儿没跟我说，自己偷摸在河边把书包洗干净了，第二天照常去上学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这孩子咋这么傻，这么懂事儿啊？你怕给我添麻烦，怕我家在中间为难。可宝霞呀，你越是这样，妈心里越难受，妈觉得自己没把你护好。妈，不是您没护好我，是我自己胆小，我怕您跟爸因为我吵架。又说什么傻话？你爸那个人虽然窝囊，可他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？没，爸对我好，您对我更好，所以我更不能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听着，你要是做了傻事儿，才是给我和你爸添最大的麻烦。往后不许再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听见没有？妈，咋就2碗饭呀？我们的呢？想吃啊？想吃自己做去。啥意思啊，妈？合着我们几个在你眼里都不算家人了，连口饭都不给吃了？我凭啥给你们做？白吃白喝好几年，还吃出理来了？你都成家立业了，天天守着老的啃，不害臊啊？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李宝阁，你要想继续住在这个家里，就给我每个月交20块伙食费，少1分都不行。荣英，不至于。妈，我那点工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养活俩孩子都费劲，哪有闲钱交伙食费啊？哼，没钱？你吃家里的，喝家里的，用家里的，钱都去哪儿了？我可听说了，
你上个月刚给你老丈人买了新鞋，你那丈母娘都戴上金戒指了。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谁家老人不帮衬着儿女点儿？我们现在正是难的时候，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反过来逼着要钱，哪有你这样当老人的？传出去也不怕街坊邻居笑话。行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就是嘛，妈，都是一家人，算那么清干啥？我想清楚了，不光是以后要交钱，前几年的生活费也得补上，就按每月15块算，5年拢共900，回头一起给我。怎么嫌多啊？你要是不想交这个钱，立马带着你老婆孩子滚出去单过。反正我也不指望你养老送终，养你这么大，我算是看透了。你说说，我要你这个儿子有啥用啊？你都快30了，还得家里帮衬，我能帮衬你一辈子啊？还有你，要不说我指望不上你们呢，你就是最大的那个白眼狼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地里怎么跟俩孩子嚼舌根儿，什么姥姥是真心疼，奶奶全是虚情假意，你当我不知道是吧？李保国，你但凡还有一丁点良心，就该好好管管你媳妇儿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婆婆也太厉害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合着我在这个家连句话都不能说了，还让男人教训我，我看你就是想逼死我们娘仨。走，咱们不在这受气，去你姥姥家吃去。你姥姥家有肉有饭，不比在这看人脸色强。妈，我知道工作那事儿你还气着呢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上班去了，晚点再说啊。站住！上班不急，先把话说清楚。这生活费你到底交不交？妈，你看你，我真没钱呀，等我发了工资，有钱了肯定给你补上，还不行吗？都听见了吧？保国他自己认了，有钱就补，没错吧？老二，去把锄头给我拿过来。拿锄头干啥呀，妈？干啥？挖钱去。妈，我大哥屋子这墙根底下真有钱。有没有？你挖了不就知道了？可这是我大哥的钱吧？这不好吧？啥叫他藏的钱呀？这房子都是我的，我自己院子里挖出来的东西就是我的。别墨迹，快点挖。2000块，看见了吗？哼，还骗我说没钱。这钱是咱们老李家的集体财产，人人有份儿。但怎么花，什么时候给，得听我的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听你指挥。玉凤，你拿了这钱，回头红梅知道了，指不定又闹成什么样。到时候街坊四邻都知道，你这脸上多不好看呢。爸，你怕啥呀？这事放谁家都是大哥他们没理，还没分家呢。他们天天白吃白喝，还藏上私房钱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就是，这是咱们老李家的钱，跟我嫂子有啥关系？你少操心了吧，别一回头，人家全把钱送娘家去。这帮人啊，眼里就只看得见利益，这钱我得牢牢攥在手里，谁也别想拿走。红梅，你别哭了，到底咋回事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呀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婆婆偷儿媳妇的私房钱？你给我站住！你把钱还我！那是我压箱底的钱！你个恶心肠的老强盗，偷儿媳妇的钱，你要不要脸？把钱还我！放你娘的狗屁！谁偷你钱了？李宝玲，你就这么装死，看着你媳妇撒泼欺负你妈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？妈，你打我干啥呀？我这不是劝不住他吗？劝不住，我看你就是乐意看他闹。畜生不如的玩意儿，你没有老的一天吗？你没孩子吗？你就不怕选民有样学样，再过20年也怂恿儿媳妇打婆婆？怎么会呢，妈，我没这意思。你要是没这心思，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这儿闹，咱们老李家的脸都叫你们丢尽了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给我大耳刮子扇他。不敢是吧？我就知道你不敢。你媳妇儿是个白眼狼，你就是个没骨头的怂蛋，天天被个娘们儿捏在手心里团团转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要搁以前，
我得送你进宫伺候娘娘。哎，保国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早就该好好管管你媳妇儿了，天天在外面撒泼丢你的人。你早拿出点爷们样子，哪有今天这些破事儿？你可是咱们家的长子，就得有一家之主的气势。李保国，你敢打我？我跟你拼了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居然为了个后娘打我！你别闹了，丢不丢人？你说说你，这街坊四邻都看着呢，咋能跟妈动手呢？多大的事儿，也不能跟长辈这样啊！我不是太着急了吗？那可是我攒了好几年的钱，一下子没影了，我能不急吗？要说也是，荣英啊，那毕竟是你儿媳妇的私房钱，你直接拿走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。就是，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哪能这样欺负媳妇儿？哎呦，这话我可听不明白了。我在自己家院子里挖出来的钱，咋就成你的了？我还当是老头子偷偷藏的私房钱呢。昨儿晚上还狠狠削了他一顿，合着闹半天是你们的？那就是我的钱，我亲手埋在后窗根底下的，除了我没人知道。行，你既然一口咬定是你的钱，那你说说，里头一共有多少？存折上整2000块，底下还有23块6毛零钱。多少？2000，整整2000块。2000？这不能够吧？你让我算算啊，你在供销社当临时工，1个月20块，保国呢1个月40块，加起来才60。你还有俩孩子，要吃要穿要上学，还得给你爸妈买新衣裳买金戒指，这开销小得了？你咋可能有2000块啊？不可能！就是，昨儿个我妈想让大哥交20块生活费，大哥都拿不出钱来，哪能突然变出来2000块啊？对呀，他俩那点工资，攒2000得攒到猴年马月去。保国，你跟妈说实话，这钱该不会是你从厂里公家账上挪的吧？那可万万使不得啊！你可不能犯糊涂。没有，妈你可别瞎说，我就是借个胆子也不敢动公家的钱啊！不会真是拿了公家的钱吧？那可不得了，要抓去改造的。那不是保国的，那难不成是你从供销社柜上偷摸拿的？可监守自盗也是犯法的呀！真查出来，你这临时工也别想干了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拿过供销社的东西？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！既不是公家的，那总不能是你娘家给的吧？不应该呀！你娘家老两口跟兄弟都没工作，哪有这么大一笔钱给闺女啊？哎呀，你娘家不会抽级倒榜了吧？那可更不得了！这要是被批评的，咱们全家都得跟着受牵连。不是，都不是，这钱不是我的，是我瞎说的，行不行？这钱不是我的。嗨，你说说你，闹这一通，害得我跟着担惊受怕半天。其实我早就看明白了，你们俩闹这么大一通，哪是为了什么钱啊？不就是惦记着转正那点事儿吗？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，犯得着在大门口撒泼打滚的，不嫌丢人啊？这打够了巴掌，也该给个甜枣了。工作的事儿我心里有数，这2天正琢磨呢。放心吧，妈都安排好了，保证不偏前不向，谁也不吃亏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站在门口堵着路像什么样子？你看看你，闹这一通干啥呀？钱没有，还叫邻居们看笑话。行了，工作的事儿妈也有安排，回家吃饭吧。正好都在，说个正事儿。老二，你哥把他该交的伙食费补上了，你呢？啥？我也交？妈，我还没成家呢，跟家里吃口饭还要钱？没成家就不是大人了。你都20好几了，天天在家白吃白喝，衣裳脏了有人洗，饭做好了喊你吃，合着我该你的。再说了，你大哥都交了，你不交，这是想叫你大哥给你摊呐？就是啊，文清，你这岁数搁谁家都得养家糊口了，你可倒好，吃爹妈的还不够，还要让你哥你嫂子贴补你啊！你少在这煽风点火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
先管好你自己再说吧。你别跟他扯，我就问你交不交？你要是不想交也行，那工资你就自己攒着吧，啥时候攒够了彩礼，啥时候再提娶媳妇儿的事。别呀，妈，我交我还还不行吗？哎，这就对了嘛。你呢？工作找的咋样了？上次说的纺织厂招工有信儿没？没呢，人家都要有关系的，我去问了2回，人家说名额满了。妈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两全其美，你帮我转成正式工，我现在这个临时工的位置就让给宝凤，这不正好吗？宝凤有工作，我也能多挣点钱贴补家里。拉倒吧，啥好事都让你占了。正式工你捞着，拿个临时工位置打发小姑子，算盘打得可真响。咱们家宝霞跟宝凤俩姑娘都没工作，凭啥先给你一个外姓人转正啊？我怎么是外姓人了？我可是给老李家生了俩大孙子。再说了，这给我的工作以后还不是留给选民思甜吗？要是给了姑娘，嫁了人，工作也带到婆家去，那才是肥水外流呢。闹了半天，合着嫂子你是拿我当欠子，好让你自己转正啊？那哪能呢？我这不也是为家里着想吗？我跟你哥有俩孩子要养，压力大。你不一样，你年轻又漂亮，找个条件好的人家嫁了，男方家说不定直接给你安排个正式工作，不比当个临时工强100倍啊！宝凤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女孩子首要的是自立自强。你才20岁，大好的年纪，多学本事，找份正经工作比啥都强。别天天想着嫁人生娃，更不能指望婆家给你安排工作。别学你嫂子。妈，你这话啥意思啊？姑娘家大了不嫁人，难不成在家啃老一辈子，白吃白喝的？说出去也不怕街坊笑话。什么叫白吃白喝啊？我爸妈乐意养着我，关你啥事儿？轮得到你在这说3道4吗？你最近这搅屎的本事真是越来越见长了。我闺女的婚事，我跟她爸还没发话呢，轮得到你来做主吗？听妈的，咱自己立起来，有份正经工作，手里攥着钱，比啥都靠谱。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明白不？妈，我听你的，我肯定好好找工作，不指望别人。妈，我这2天已经想通了，赵家那点事儿不算啥，我不能总窝在家里。等我出院后，我就去跟我姐一起找工作。不行，你别去。啊？为啥啊？我能干活的，我也不怕他们说。妈已经托人打听好了，纺织厂那边刚好空出个编制，妈打算给你办下来。不行，妈，这我不能要。我去找个临时工或者个体户先干着，累点也不怕。你是不是傻？人家抢破头的东西塞给你，你都不要。我知道是好东西，可太贵了。再说我姐跟我嫂子都想要工作，我要是拿了，他们背地里该说你偏心眼了。本来你当这个后娘就难，天天操不完的心，我不能再给你添乱，让人家戳你脊梁骨。傻丫头，这钱在我手里，我愿意给谁花就给谁花，你管旁人说3道4干啥？你听我说，以前我糊涂，有好东西处处紧着你大哥跟你姐，就怕外人说我后娘偏心，反倒委屈了你。没有，我都明白的，我没觉得委屈。可现在啊，我才明白过来，一木的对他们好，只会养大他们的心思。你也是我的闺女，也姓李，凭啥就该比别人矮一头？凭啥就该捡别人剩下的？赵家那档子事儿是妈没护住你，让你受了大委屈。这个工作妈必须给你安排上，也算是妈补你的。妈，我不委屈，有你这话，我啥委屈都没了。可这个工作我真不能要，你给我姐吧，她还没着落呢。你别说，听我说，我给你，你就拿着。宝凤被我跟你爸惯坏了，得借着工作这事儿好好磨磨她的性子。你从小就懂事儿，妈都看在眼里。以前是妈没本事，护不住你，现在手里有钱了，说啥也要给你铺条稳当路。妈，其实我小时候也偷偷怨过你，觉得你不疼我。现在我都懂了，你是怕我们在村里抬不起头，怕人家说你闲话。明天妈就去办手续，从今往后你也是端铁饭碗的人了。你记着，往后谁再欺负你，你给我怼回去。我以后就学你，把他们都骂得不敢吭声。那你可得好好学，给我支棱起来。
好家伙，500块就换这么一张薄纸，这工作也太贵了。贵啥？这是铁饭碗，吃一辈子的，值当。也是这个理儿，就是保国跟宝凤那边知道了，怕是又要闹翻天。闹就闹，我花自己的钱给我闺女办事儿，轮得到他们插嘴？你可别到时候又心软，当着孩子的面拆我台。不能，家里大事儿我都听你的。咋了？荣英啊，你看咱们俩难得出来一趟，也没什么急事儿，要不我请你看场电影？哟，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个老木头疙瘩还懂浪漫了？这不是这么多年也没带你出来玩过吗？行吧，那就看看去。你还买这个了，乱花钱。来都来了，尝尝。文清，我知道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再也不耍心眼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我是真心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。你别这样，我妈那边她不会同意。阿姨那边我去跪着赔罪，还有你妹妹，她怎么骂我打我也行，只要你别不要我。这混小子怎么还跟赵家那丫头搅和在一起？我过去打断他的腿！喊什么喊？让他看见多没脸！行啊，张文清，我以为他长记性了，合着背地里还藕断丝连呢。硬逼他没用，看来得换个法子，好好治治这没出息的东西。就这么走了，不骂他一顿？急啥？回去再跟他慢慢算。男人都这个死样，毛刚长齐就天天想着搞黄色，唯一能治他们的法子就是给他搞点绿色。文清，我看我朋友戴的发卡老好看了，我也想要。我给你买。哟，老二这是长心了，还知道给你妹子买小玩意儿。行啊，知道疼人了。哎妈，你还给我！不是给宝霞的。不是给妹妹的，那你一个大小伙子揣个姑娘家的发卡干啥？有新情况？行了，别在这儿杵着了，跟我出门一趟。大小伙子别成天待在家里，咱们去公园走走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我不去，我一会儿还得去厂里呢。这星期天你上厂里干啥呀？少找借口，赶紧的。妈，你不会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吧？可别啊，我现在没那些想法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求着妈，妈都不会给你介绍姑娘让你霍霍。哎，啥叫霍霍？蓉蓉，上次你说想要的那款雪花膏，我托人带回来了，一会儿给你拿。你还真买了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对我可真好。你说的话我能不当回事吗？对了，我妈说了，这礼拜天就上你家提亲去，你觉得咋样？哎呦，这会不会太快了呀？哎，这就是赵方秀的相亲对象啊，长得还挺俊。我听说他在机械厂当会计，俩人应该好上有一阵儿了。啥？赵方秀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男的是谁？方秀，这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跟他说说我是谁？他就是那个讹了我们家钱，还要跟我退婚那男的。他妈打上门来逼我家退婚，他还一直缠着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都退婚了还缠着人家姑娘，要不要脸？我缠着他。前儿晚上在电影院胡同口，是谁拽着我袖子哭？说心里只有我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才2天功夫，
你俩都商量上提亲了。你胡说！你现在看我找了正经对象，就故意过来捣乱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那种话？你别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张哥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故意来毁我名声的。我一个姑娘家被他这么污蔑，以后可怎么见人啊？我毁你名声？赵方兄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当初是谁往我妹子糖水里下药？是谁耍心眼子算计我们家？要不是你干那些缺德事儿，能闹到退婚的地步？你这人说话注意点。方秀那么好的姑娘，能干出那种事儿？我看你就是存心找茬。赵方秀，你可真行，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练得炉火纯青。当初你算计我闺女，是我们李家大度，好聚好散跟你退婚。如今你都找到夏家了，怎么还勾搭着我儿子不放啊？赵文清，你非要这样毁了我才甘心是吗？我回你，从头到尾不都是你在骗我吗？你跟我说后悔，说想和好，说让我给你买发卡，是把我当傻子耍是吗？你少在这儿装无辜，再装一下，老娘就把你干过的事儿全说出来。小伙子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擦亮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你要娶的是什么货色。回来了，你娘俩刚才上哪儿去了？半天不见人影。这孩子咋了？这是？别瞅了，他失恋了。失恋？前阵子不是才跟赵家退亲吗？这么快就又失恋了？可以啊，老二，藏得够深的。咱们天天住一个院儿，愣是半点风声没漏。哎，妈，这回又是哪家的姑娘啊？打听这么多干啥？干你们的事儿去。起来，多大点事儿还跟个姑娘似的闷头憋着。爸年轻的时候也相过好几个姑娘，那时候分手我也以为天塌了，结果呢，转头遇上你妈，日子不也过得好好的？那能一样吗？他一直在骗我。吃一次亏，长一次记性，总比稀里糊涂娶回家，往后闹得鸡飞狗跳强。你现在难受，无非是觉得真心错付了，等过2月你再回头看，这都不叫事儿。堂堂男子汉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别窝在屋里给自己添堵。你要是真有出息，好好干工作，攒钱过日子，还怕找不到靠谱的好姑娘？真没看出来，我二哥还是个大情圣。他算什么情圣？就是个傻的，叫人哄得团团转。你可不许学他这样，听见没有？我才不学呢，要哭也是男的为我哭。不过我都不想谈对象了，这也太遭罪了。还是好好工作靠谱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谁脸色都不用看。你能想明白就好。对了，你那服装店的活干得咋样了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月店里卖的特别好，我光提成就拿了30块，加上底薪，比厂里正式工挣的还多。我这个眼高手低，总想着靠别人的便宜闺女，如今总算是开窍了。哟，妈，今儿啥日子啊？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，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咋整这么丰盛？就是，这是有啥好事儿？今儿咱们家办2桩喜，头一桩庆贺咱们宝匣彻底养好身子出院，前阵子受的那些罪都翻篇了，往后全是顺顺当当的好日子。这第2桩就是宝匣纺织厂的正式工名额已经敲定，下礼拜就去报到。太好了，宝匣以后就是正式工人了，咱们家终于也有吃公家饭的姑娘了。哟，还是宝匣有福气，年纪轻轻就端上铁饭碗了。在老李家当姑娘就是好，说买工作就买工作，我这当嫂子的就没这好命。闭嘴吧你！你是一天天闲的没事干，嘴巴痒还是怎么着？我花我自己的钱给我闺女谋前程，还得经过你同意。唐红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你要是眼红，
也回去找你妈给你买一个去。自己在娘家不受重视，跟我这儿阴阳怪气的给谁看？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……哎呦，妈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这人心直口快，不会说话，嘴里没个把门的。今天是宝匣的好日子，咱不说扫兴的话啊。你说你招惹妈干啥呀？妈，嫂子就是随头感慨一句，没别的心思。今天是高兴日子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行了，都吃饭吧，一桌子好菜呢。爸妈，今儿借着宝匣的吉日，我也有俩东西孝敬你们。哟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大哥也知道体贴人了。那你呢，老二？一天天净知道叫我操心，没点正事儿。哎呦，别念叨了，妈，赶紧瞅瞅我大哥给你俩买了啥。爸，今儿个咱们喝点好的。你这孩子花这冤枉钱干啥？哎，有心了，真是有心了。这个金戒指是给妈的，这些年你操持里里外外，拉扯我们几个长大，辛苦了。哎呦，大哥，你下这血本，我嫂子不心疼啊？说啥呢？这是我特意叫你哥给妈买的。以前闹得鸡飞狗跳，都是因为当父母的惯着，现在这不挺好的一家子吗？妈，您戴上试试，我挑了好半天呢。哎呦，嫂子这回可下血本了，妈您戴着真好看。嫂子眼光好，这戒指样式不老气。好看，难得你们有这份心。上辈子我当了一辈子老牛牛，却被孩子们抛下。这一世我刻薄起来了，孩子们反倒孝顺了。都停一停，听我说两句。都专心听啊，你妈要讲话了。我今天高兴，不为这桌菜，不为这酒，也不为这戒指。我是高兴咱们这一大家子总算能齐齐整整的坐在一起，安安生生吃顿饭了。以前的事儿谁对谁错我不提了，人这一辈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，吵过了闹过了，日子还得往下过。我只盼着往后咱们这个家能越来越暖和。好，妈说得好。妈，感谢你为我们这一家子操劳了大半辈子。你放心，以后谁敢不孝顺你，我第一个削他。妈，您跟我爸就瞧好吧，咱们这个家肯定越过越好。爸，以后我年年给您买。妈，明年我给您买个玉镯子。嫂子，你可别吹牛了，先把工资攒够再说吧。你个死丫头，就你话多。来，都端起来，咱们一家人走一个。来，敬咱们家，敬妈，敬奶奶，敬爷爷。好，今儿这顿饭是我这辈子吃的最舒坦的一顿。上辈子到死都没等来的团圆饭，这辈子总算等到了。我这重生一次，值了。